大家好，欢迎来到会生活种菜。我的频道是关于种菜经验分享的。如果您对种菜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那现在呢，我就站在我们家这个雪豆架子旁边，在我旁边呢，就是今年种植的雪豆，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长得非常高了，都已经高过这个架子了。这个架子是2米多，大概它已经长得有3米那么高了。好，今天呢，我就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雪豆的种植。我这个雪豆的品种呢是比较特殊的。是之前跟朋友交换的种子啊，我也不知道它英文名字叫什么，但是呢，这个雪豆跟一般的雪豆不一样，因为它是可以长得很高，然后它的豆荚也非常的长，非常的嫩，它的豆荚可以长到13到15厘米这么长。去年我也种植了这个雪豆，可是去年6月底的时候呢，来了一波热浪，把这个豆子呢，很多就是由于它授粉不太正常，所以那个豆子长得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呢，很幸运的是，我也收了很多这种雪豆的种子，它的种子呢也是比一般的那个雪豆的种子要大，是紫色的。这个雪豆呢，它刚长出来的这个豌豆尖儿也是非常嫩的，也是可以掐下来直接吃的。这个 Snow Pea 呢，雪豆呢，它实际上是豌豆的一种。它之所以叫雪豆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荚比较嫩。我们主要是吃它的荚，对吧？因为如果是吃豆的话，像其他品种的豌豆，像我手里拿的这个大包装超市买的这个豌豆的话，吃豆就没有必要了，因为这个很便宜，这一大包也就才3块多钱。可是吃这个荚，我们都知道去超市买的话，这个雪豆啊，吃荚的雪豆的话，会价格就比较贵了。那这个 Snow Pea 呢，和一般的 peas 它的区别呢，就是它的不管是它的茎，还有它的须，还有它这个荚都是非常嫩的。如果你是种这种大包装的这种一般的豌豆的话呢，去年我也种过，它就是它的茎啊、它的须啊，还有它的荚都偏硬。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在它小的时候，就是小豆荚的时候啊，去采摘吃那个豆荚也是可以吃的，只是它整体都比较硬。那这个雪豆呢，整体都比较软。再补充一点的是呢，就是这个雪豆它的中文名字就叫荷兰豆。那其实还有一种呢叫甜豆，它那个甜豆呢是鼓的，然后它那个荚呢也是比较脆嫩的，那种的英文名字叫 Snap Pea。所以呢，带荚吃的就2种，一种是甜豆 Snap Pea， 一种是雪豆或者叫荷兰豆 Snow Pea。那就单单说这个荷兰豆、雪豆这么一个种类呢，它就包括很多的这个细分品种。比如说，就我知道的它的品种啊，大概就有6、7种。比如说有那种 Avalanche Snow Pea， 就是那种你听名字就是雪崩荷兰豆，就是说它可以结很多的豆荚。还有一种叫什么 Giant， 就是巨人，就像我这种就是一种大型的这种荷兰豆，就是 Giant。还有一种呢，就叫做比如说 Dwarf， 就是矮生型的，就是它可能长到50厘米左右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结荚了，属于一种早熟型的。那我这个呢，我这应该属于晚熟型的了，因为它一直在长高。结豆荚呢就相对稍微晚一些。那像我自己呢，我曾经种过4种的荷兰豆，有一种是矮生型的，还有一种是紫色的荷兰豆，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就是大的荷兰豆，还有呢就是一般的普通豌豆，去年种的那种超市买的豆子。所以这就是回到了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为什么我的荷兰豆它那个长得挺高了还不结荚呢？可能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种的问题，它都是荷兰豆，但是它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像我今年种的这个大型的荷兰豆呢，它就是属于晚熟型，大概70多天才可以结荚的，然后它是长到了1.5米左右它才开始结荚开花，然后它现在还在往上涨，所以呢它的产量总体来说也是可以的，口感也是很不错的。这个雪豆或者叫荷兰豆呢，它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在10到20度，所以它最适宜在春天或者秋天种植。那我们需要大概至少2到3个月这个给它的生长期。那雪豆呢，它发芽的温度是在5摄氏度，所以呢，如果是早春的话，咱们可以在室内先把这个种子泡一下，然后或者是在室内育个苗，然后把苗呢直接移栽到室外，这样呢它就能够加快这个最初这个发芽阶段的生长。然后到了秋冬季节啊，0下3度的时候，它也是可以忍耐过去的，就是说它可以忍耐短期的霜冻，但是呢它是不长的。
所以呢，我们最好是在天气比较平和的春天或者是秋天来种植它。像我们今年在温哥华，天气比较的舒适，就是春天比较长，那很多喜热蔬菜呢，它生长比较慢，但是对于这个荷兰豆来说呢，它长得反而是非常好的。如果温度过高，长时间超过30摄氏度的话呢，那它这个有可能会产生落花，甚至叶子枯黄，然后授粉呢也不太好，然后会导致它这个尖呢产生一个畸形尖，所以它是不太适合夏天种植的。荷兰豆呢是喜欢长日照的作物，就是说它最好每天的日照在6个小时以上，非常适合我这里啊，因为我是纬度比较高的地区，所以它日照时间也比较长。像我最近呢，在6月底，我这里晚上9点半才日落。那如果实在没有地方呢，只能把它种在半阴的地方，比如说只有3到4个小时，那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呢，它花芽分化就比较少，花苞也比较少，所以结的豆荚也就会相对少一些。关于这个荷兰豆种植的土壤呢，它是喜欢那种沙质性的、比较疏松的土壤。像我每年呢都会去卖土的地方，比如说苗圃啊，或者是堆肥中心啊，去买一些新的土回来。那些土呢，可以明显感觉到里面是有很多沙的，所以呢，土壤比较疏松，就适合这个荷兰豆的根系呢向下扎。所以在我们浇水的时候呢，也注意要见干见湿，不要让这个根啊泡在水里。所以呢，沙质土壤呢，它也会排水性特别好。然后这个荷兰豆呢，它是比较耐旱的，也是喜欢微酸性的土壤。因为我这里嘛，经常下雨嘛，所以土壤是微酸性的，就特别适合这个荷兰豆的生长。关于这个荷兰豆的搭架呢，所以就像刚才我跟大家啰嗦了这么多啊，就是首先您要知道您种的这个豌豆的品种长的它的特性是怎么样的，因为有的荷兰豆呢，它长到1.5米左右就差不多了，就是矮的那种。像我这个呢，就长到了3米多，所以我需要搭很高的架子。那其实这个搭架呢也不是很麻烦，就是因为它整体都是比较轻的嘛，所以基本上用绳子来让它向上爬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因为这个荷兰豆它这个植株侧枝也比较多，它会横向发展的占面积比较大，所以呢我也会用这个麻绳给它这个中间拦一下，或者呢如果是长了很多的侧枝，像我去年种的那个豌豆品种啊，而它不会结那个豆子的话呢，没有开花，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剪掉。这个荷兰豆的采收呢要及时，像我这个呢是大的荷兰豆品种呢，它长到了10厘米到13厘米的时候呢，我就要准备把它采收了。就是在这个里面的豆子啊，用手感觉一下它微微发鼓的时候，就要及时采收。采收了之后呢，它的营养会主要供给其他的那些花啊和其他的豆荚，让它们结更多的豆荚，然后植株长得也更快一些。关于这个荷兰豆的施肥呢，我之前呢在土里面加足了底肥了，就像刚才说的，我里面有购买的沙质土壤，还有呢就是自己堆的一些肥，然后在它刚出苗不久的时候呢，我给它施加了一次氮肥，就是以那种 NPK 那个 N 数字稍微大一点的，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加一些像我之前介绍的那个苜蓿颗粒或者是咖啡渣之类的，这些都是氮肥。等它开始开花大量结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给它改为每2个星期施加一次磷钾肥，就是 NPK 那个 P 和 K 数字稍微大一点的肥料了。在它种植的这个中后期呢，会有可能产生白粉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比如说光照不够或者是通风不好。这个白粉病呢主要是从底部开始，一旦发现有白粉病的话呢，我们最好把底部的那个叶片给剪掉，或者是呢我们在买种子的时候呢，尽量挑选那些可以抗白粉病的品种。这就是我以前跟大家说的，要仔细的阅读那个种子包上的信息。其实种子包上已经给我们很多信息了。这个抗白粉病的品种呢，对于我们家庭这个小面积种植呢，真的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信息。这个荷兰豆的留种呢，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在这么茂密的这个叶片当中呢，总有你漏网之鱼还没有采收的，然后那些呢，它就会自己慢慢变胖、变鼓、变得干黄。特别是在我们拉秧的时候，就会发现，哎，还有没采收的，然后就把那些那个豆子呢给取出来留种。像我这个大品种的豌豆呢，它豆荚大，然后它的种子也是偏大的，
所以这样的种子呢，我们可以留大概2到3年种植都是没问题的。今天呢，主要跟大家闲聊了一下荷兰豆的种植，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感谢您收看《会生活种菜》，咱们下期再见，拜拜。